我们的星球已经存在了整整45亿年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恐龙出现又灭绝，地球的地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无数文明兴起又消失，而这些失落文明的痕迹，如今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遗迹之中。但问题是，在变成废墟之前，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拿起你的铲子，准备开始挖掘。我们一起看看这些考古遗址曾经真正的模样。在秘鲁乌鲁班巴河谷，一座海拔接近2400米的山顶上，矗立着世界上最著名的遗址之一——马丘比丘。但当它在1911年被美国探险家海勒姆·宾厄姆重新发现时，这里几乎已经看不出是一座城市。人们认为，印加人之所以把这座城市建在如此高的地方，是为了防御外敌。但也正因为位置隐秘，在16世纪末印加人弃城之后，这里长期无人问津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整座城市逐渐被植被吞没。由于印加人建造时没有使用水泥或砂浆，树根直接穿透石墙，使得清理工作变得极其困难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破坏遗址本身。不过宾厄姆和他的团队非常小心，他们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，每天长时间清理这些疯狂生长的植物。当植被被清理干净后，一座庞大的古城终于重见天日。而如今，经过进一步发掘，这片遗址已经比当初更加清晰、震撼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它仍然远不及15世纪鼎盛时期的模样。在那个时候，这里分布着大量完好的石屋，上面覆盖着干草屋顶。整座城市不仅有居住区，还有农业区、宗教区以及皇家区域。历史学家认为，印加统治者帕查库特克曾经从这里的宫殿俯瞰整个城市。能够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建造出这样一座城市，并且让它保存至今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，甚至让人不禁怀疑，现代人或许该向印加人学点东西。时间再往前推，在公元前3世纪，希腊罗德岛的港口曾矗立着一尊巨大的青铜雕像。这座雕像描绘的是太阳神赫利俄斯，高达约32米。它的名字叫罗德岛巨像。它曾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，但遗憾的是，这座雕像仅仅存在了54年，就在公元前226年的一场地震中倒塌，碎成无数块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残骸仍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。直到公元654年，阿拉伯军队入侵罗德岛，将这些残片全部拆解、融化，并运走出售。据说他们用了整整900头骆驼来搬运这些碎片。而如今，这座奇迹所在的位置只剩下一片空无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个跨在港口两侧的经典形象其实并不存在。那种画面是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想象出来的，他们从未亲眼见过这座雕像。实际上，港口的宽度接近一个橄榄球场，如果雕像真的跨在两侧，它的高度必须达到500米以上，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。就连今天世界最高的雕像印度的团结雕像也只有182米，差了将近3倍。所以真正的罗德岛巨像很可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。不过没办法，了解真相的过程总是要打碎一些幻想，而如果你想继续知道这些被掩埋的真相，那就别错过接下来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意大利。在所有历史记载的自然灾害中，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是最令人震撼的一次。喷发时，巨大的火山灰云从火山口倾泻而下，彻底覆盖了附近的城市，在一瞬间抹去了整个社区。直到大约1700年后，考古学家才重新发掘出这座古罗马城市，而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。厚厚的火山灰反而像时间胶囊一样，把一切保存了下来。整座城市依然清晰可辨，墙壁、建筑、铺设的街道，甚至一些艺术作品都几乎没有被岁月侵蚀，甚至连街边的小吃摊都还在。有些东西似乎真的从未改变。当然，这些遗迹仍然无法还原那座曾经繁华的城市。在火山喷发之前，这里曾生活着大约 1.2 万人，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。它拥有剧场、体育馆、港口以及完善的供水系统。城市中分布着许多供奉罗马诸神的神庙，其中包括朱庇特神庙。不过，这座神庙早在公元62年的一次地震中就已经严重受损，如今只剩下残存的遗迹。尽管如此，庞贝依然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地方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不害怕站在维苏威火山附近。说到墙，如果你看过《权力的游戏》，
你一定对那道阻挡北方威胁的巨大冰墙印象深刻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其实是有现实原型的。在英国北部就有一段真实存在的城墙——哈德良长城。如果你现在去那里，还能看到它的遗迹。这是一道长达约117公里的巨大防御工事，从一侧海岸延伸到另一侧。它建于公元122年，由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，用来将罗马控制的英国地区与北方的蛮族隔开。不过，这道真实的墙是石头建成的，而不是冰，而且也没有小说里那么夸张的高度，但在当时它依然十分壮观。在一些地段，这道城墙的高度接近6米，气势惊人。而且它不仅仅是一道墙，到了公元4世纪，这里沿线已经建起了大约40座小型堡垒，以及17座大型要塞和众多瞭望塔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防御体系。然而，当罗马人在5世纪初撤离英国后，这道城墙的命运开始改变，人们开始拆除它的石块，用来建造教堂、房屋等其他建筑。虽然这种行为在19世纪被制止，但破坏已经无法挽回。曾经高耸的防御工事，如今只剩下一些矮矮的石块遗迹。好在异鬼并不存在。说到古罗马皇帝，如果你觉得他们已经够奢华了，那你一定没见过尼禄。相比之下，其他皇帝都显得正常得多。尼禄在公元54年成为皇帝后，在罗马市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群。这座宫殿占地接近 1.3 平方公里，大约是整个梵蒂冈的3倍。它建造于公元64年至68年之间，由石材和大理石打造而成。整座宫殿拥有150多个房间，分布在地上和地下。内部不仅有大型水池，还有一座高达30米的尼禄巨像。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宫殿内几乎所有房间，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覆盖着黄金、宝石、贝壳和珍珠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座宫殿被称为黄金宫。在所有房间中，最惊人的是那座八角大厅，这里是用来举行宴会的主厅，周围还连接着5个餐厅空间。大厅后方有瀑布倾泻而下，而天花板则设计成可以撒下花瓣和香水。但真正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座大厅会旋转。没错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这个奢华的宴会厅都会围绕自身轴心不断转动。在花瓣飘落、瀑布流动的同时，整个空间缓缓旋转。更疯狂的是，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整套机制完全由水力驱动。然而，这种极致奢华并没有让尼禄更受欢迎，他的继任者反而试图彻底抹去他的痕迹。他们拆除了宫殿中的大量材料，甚至填埋了地下空间，在其上方重新建造建筑。因此，虽然部分结构幸存下来，但如今的遗址早已远不如当年的辉煌。不过，那座八角大厅依然被发掘出来，至今仍然清晰可辨，只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华丽装饰。有时候甚至会让人忍不住想，如果把那套旋转装置重新启动，会不会变成一座古代旋转餐厅？说到奢华建筑，古罗马并不是唯一一个追求极致的文明。在公元前447年至432年之间，古希腊人在雅典卫城之上建造了一座标志性的神庙——帕特农神庙。这座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建筑，由65根大理石柱支撑，上方装饰着精美而色彩鲜艳的雕刻。最震撼的是，在神庙内部矗立着一尊高达于12米的雅典娜雕像，象征智慧与战争的女神。这座雕像由黄金和象牙打造，曾经无比壮观。但到了公元5世纪，这尊雕像已经消失，至于它的去向，我们至今无法确定。有人认为它可能被后来的基督教拜占庭人掠夺。在公元6世纪，拜占庭帝国征服希腊后，将这座神庙改造成了一座教堂，并破坏了大量雕刻装饰。之后，这座建筑一直以这种形式存在，直到1458年，奥斯曼帝国占领雅典，将它改造成清真寺。然而，仅仅几百年后，灾难再次降临，基督教军队对雅典发动攻击，用大炮轰击这座神庙。更糟糕的是，当时奥斯曼人把火药储存在神庙内部，炮弹击中后引发剧烈爆炸，几乎摧毁了整座建筑。但事情还没结束。19世纪，英国人埃尔金伯爵来到这里，把部分雕塑和浮雕运回伦敦，这些文物至今仍在那里。经历了这么多破坏之后，如今的帕特农神庙早已失去了当年的辉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一座经历了2400多年风雨的建筑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，
本身就已经足够惊人。如果你哪天想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欣赏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金字塔之一，那我建议你去墨西哥尤卡坦州的奇琴伊察。这座玛雅城市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，虽然如今已经无人居住，但在鼎盛时期，这里曾生活着大约 3.5 万人。整座遗址占地约10平方公里，拥有26处主要建筑遗迹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库尔坎金字塔。这座宏伟的建筑高达约24米，矗立在城市中心广场之上。它的4个方向各有91级台阶，加上顶部平台，总数正好是365级。这显然不是巧合，正好对应1年的天数，很可能和当时在顶部进行的宗教仪式有关。毕竟古玛雅人的仪式确实有点特别。这座金字塔其实是建在一个天然水坑之上的，也就是一个充满水的地下溶洞。在金字塔顶部有一个深坑，直通下面的水域。在干旱时期，玛雅人相信，只要把一个精心挑选的人投入这个深坑作为祭品，就能祈求降雨。但很显然，这种方法并不总是有效。到了15世纪，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被彻底废弃了。讽刺的是，很可能正是因为持续的干旱，当人类离开之后，丛林迅速吞没了整座遗址。等到后来人们重新发现这里时，几乎已经看不见任何建筑的轮廓。经过整整10年的清理，这座金字塔才再次显现出它原本的样子，并最终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景点。说到被时间掩埋的地方，想象一下，你和我正走在英格兰南部的乡间小路上，突然我们看到这样一片土丘，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吗？很正常，大多数人都认不出来，因为这里是古老的塞勒姆遗址，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，是一座铁器时代的山丘堡垒，最初由不列颠部落建造和居住。公元43年，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后占领了这里，而在公元400年左右罗马人撤离后，这里又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，并持续居住了数百年，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，这里迎来了最大的变化。诺曼人修建了中央的高地土丘，并在上面建起城堡。到了1100年左右，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城镇，甚至还有一座大教堂。不过后来，城堡中的军队和教士之间关系恶化，冲突不断，最终教士们干脆把整座大教堂搬到了几公里外的索尔兹伯里。是的，因为闹矛盾，直接搬走一整座教堂。从那之后，这里的地位开始迅速下降，人口也逐渐流失。到了1832年，这里彻底失去城镇地位，被完全废弃。由于很多建筑都是木结构，它们很快腐烂消失，如今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痕迹，证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座重要的聚落。而在所有遗迹中，最震撼的还是吉萨金字塔。作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中最古老的一座，它至今仍然屹立不倒。这座金字塔建于约4500年前，是为法老胡夫建造的陵墓。如今它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但在最初建成时，它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内饰的金字塔并不是现在这种粗糙的阶梯状外观，它的外层覆盖着一层光滑的石灰石，并经过精细打磨，在阳光下几乎可以反射出耀眼的白光，甚至顶部还装饰着黄金，使整个结构看起来更加辉煌。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是它剥落后的样子。更让人震惊的是它的建造过程。整座金字塔由数百万吨石材构成，包括大量石灰石、花岗岩和砂浆。这些石块最初是在尼罗河对岸的采石场开采出来的。工人会在岩石上敲入木楔，然后往里面灌水，木楔吸水膨胀，最终把整块岩石撑裂，形成石块。随后这些石块被运过尼罗河，再托运到金字塔的建造现场。到了现场之后，真正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通过复杂的斜坡和滑轮系统，这些沉重的石块被一块一块托运到金字塔的高处，最后再被精细打磨，拼接到位。而真正的遗憾是，在经历了如此艰辛的建造之后，如今却几乎看不到它最初的模样。在数千年的时间里，人们陆续拆走了金字塔外层的白色石灰石以及顶部的黄金装饰，用来建造其他建筑。如果法老知道这一切，大概真的会气倒在棺材里翻身。把视线从埃及往东北移动，我们来到伊拉克。这里曾是古代波斯帝国的一部分。在巴格达东南约35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处奇特的遗迹，
从地面上突兀地耸立出来。你可能想不到，这座孤零零的拱门其实是曾经世界上最宏伟城市之一的遗存。这座城市名叫泰西峰，它建于公元前2世纪，由米特里达梯一世建立。在接下来的大约800年时间里，这里一直是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可以说是帝国的核心。宫殿装饰着大理石、玻璃、马赛克以及各种宝石，而如今仅存的这座巨大拱门正是当年宫殿的一部分。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单跨拱结构之一。那么，这样一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太富有就会成为目标。在公元116年至198年之间，罗马帝国曾3次入侵并攻占这里。尽管城市多次被洗劫，但它并没有立刻消亡，仍然作为波斯文化的中心延续了数百年。直到公元637年，一切才真正改变。当时阿拉伯军队在城外集结，与波斯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，最终城市陷落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城中的建筑也被一一拆除，用来建造后来崛起的巴格达。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带走了，唯独那座巨大的拱门被遗留下来。或许是因为它实在太大了，没人搬得走。说到巨型建筑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去剧院看一场现场表演。这种习惯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，只不过他们的娱乐往往是生死搏斗，而这些最受期待的演出通常都发生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圆形剧场——罗马斗兽场。这座建筑大约在公元70年由皇帝维斯帕先下令建造，作为送给罗马人民的礼物。10年后，也就是公元80年，他的儿子提图斯正式将其开放。斗兽场的规模极其惊人，墙高约48米，拥有80个入口，最多可以容纳约87000名观众。毫无疑问，它是一项巨大的成功。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入观看演出，但他们的观赛体验却并不平等。最前排的位置属于最有权势的人，而社会地位越低，座位就越靠后。最边缘的位置甚至是奴隶和女性。正因为这种全民参与的模式，斗兽场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里一直繁荣运作。但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，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改变，这座建筑也逐渐被遗弃。公元6世纪之后，它开始走向衰败，人们一点点拆走它的石材，用来建造其他建筑，再加上多次强烈地震的破坏，斗兽场损毁严重，如今只剩下大约1/3的结构。曾经上演无数生死对决的舞台，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它的建筑魅力依然令人震撼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危地马拉的雨林深处，在茂密的丛林之中，隐藏着一片与自然形成鲜明对比的建筑群。这里是古代玛雅最强大的城市之一——蒂卡尔。整座遗址占地巨大，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蒂卡尔神庙2号。这座神庙是为一位王后建造的陵墓，她是公元682年至734年在位国王的妻子。神庙高达约38米，直插森林之上，而在8世纪，它甚至更高，大约42米。虽然它如今已经保存得相当不错，但它曾经的样子要更加鲜艳。没错，玛雅人非常喜欢红色，甚至连他们的可可饮品也会加入红色染料。但褪去的不只是颜色，这些神庙原本还覆盖着大量精美的雕刻，如今只有少部分还保留下来，比如一些面具浮雕，大多数细节已经被时间磨平。尽管如此，这里依然是一个值得亲自去看一眼的地方。而在北爱尔兰还有一片更加神秘的土地，这里充满历史、神话和传说。在仅仅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分布着多达240处考古遗址，这里被称为纳万堡地区。据说最早的万圣节庆典就是在这里举行的。这里不仅有各种古代遗迹，甚至还有一座被传说为通往地狱入口的洞穴。不过，比起那个地狱之门，更神秘的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土丘，它直径约90米，高约6米，位于整个区域的中心位置。也正因为这个位置，它显然曾经非常重要。那么，你觉得它曾经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在大约1500年前，它看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一个土丘，而更像是一座巨大的结构。但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古塞勒姆遗址，那种山丘堡垒现在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了。所以，这并不是一座城堡，这个土丘其实是一座巨大的仪式神庙。通过对地层的扫描和分析，
考古学家发现，这里曾经有木质的防护结构，以及用于宗教仪式的围栏。至于这里究竟进行过什么仪式，我们无法完全确定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这里属于古代凯尔特人的宗教场所。在这里，祭司可能会站在中央，预言未来。人群聚集，向神明献上祭品，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，也可能包括人类。但如果你只是看它现在的样子，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切。很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地方，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历史。好了，我们这次的时光之旅差不多也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让你选，你最想亲自去看哪一处遗址？有没有你觉得特别震撼，但我没有提到的地方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